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跟你说。情侣装6月是同志骄傲月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个对所有同志都很重要的一个课题。我们要聊我们怎么出柜的。我有点紧张。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比较紧张，因为新加坡真的是比较保守。我们要从最根本的问题开始问。第一题就是你什么时候发现你喜欢男生的？你要不要先回答这个问题啊？好，因为你好像比较晚开始有交过些女朋友啊。我发现我喜欢男生应该是小学的时候，有一些蛮好的男生的朋友，然后就有发现有一个是我觉得哇，他真的很帅。因为小学的时候我们都会打躲避球，他的躲避球打得超好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我好像喜欢男生，你真的很早熟属于暗恋而已啊。大部分的 gay 都会有暗恋过异男。到了吗？对，我其实不太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男生，我一直就觉得说我要跟别人一样，所以我就交了很多女朋友。女朋友。那你第一次觉得有喜欢的男生是什么时候？好像是中学吧，那个人是谁？很帅，体育老师。今天的体育老师蛮正常的。第一次出柜是跟谁？你先说。好，我第一次出柜的对象是大学同学，那时候读的是设计系，大家也知道设计系的 gay 的比例稍微会高一点点。第一个学期我都没有出柜，但是大概都知道班上哪些同学也是 gay。有一个女生开学1个月，然后她就跟我告白，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拒绝她，我也不可以跟她说。因为我喜欢男生啊，我就编了一个超烂的理由，我就说那跨年以后我再跟你讲。然后结果跨完年以后，那女生说，现在跨完年嘞，你要不要跟我讲？我就跟她说哦，其实我喜欢的是男生。然后那个女生就赏你巴掌，我们就一起坐在那边讲到哭。谢谢你的分享。其实我跟你的出柜的故事有点相同，因为我的也是跟一个女生，我的前女友，跟前女友在一起大概1年半。一次我们一起到了一个 gay bar， 莫名的有很多人认识，所以他们就会打招呼什么之类的。谁说要去的？我们在附近可能吃饭，几岁的时候？好像20。我那时候18岁，我刚刚忘记说。当我们就在喝酒聊天，跟他说我好像也是喜欢男生。你那时候喝醉了吗？有一点，他当下就说没事啦。隔天他就打给我，很没有安全感的跟我说：“你记得你昨晚跟我说了什么吗？”我就说我记得，然后痛哭流泪。谁先哭？好像是他吧。跟那女生现在还有联络吗？最近不久有就是再次重逢，因为他现在也是结婚有小孩。接下来是很沉重的一题哦。你有跟家人出柜吗？有，但是你要先说啊。又是我先说，每一次都我先说。我跟家人出柜的时候，也是大学1年级的时候，读的实践大学，然后读工业产品设计系。大一真的太辛苦，读设计系的人都知道会有很多挫折，我就觉得哇，读工业设计好辛苦哦。看读服装设计的朋友好像很开心，每天可以穿美美的，不用像工业设计每天吸那些油漆啊。有一次平涂完以后就拿到很低分，我就鼓起勇气，我就跟我妈说，妈，我有点想要转系服装设计系。我妈就说啊，为什么呢？然后她就说，你知道读服装设计系的男生很多都是那个，我好像就没有多说什么。我妈话锋一转，她就说，你喜欢男生吗？你妈主动问你哦。然后我也就没有讲话，就想说哇，双重打击。我来讨论就是想要转科系，结果我妈问我这个问题，就安静了一阵子，然后我妈就自己接话，我妈就说不管你就是喜欢男生女生，就是妈妈都还是会一样很爱你。我要哭咯。那时候我们在一个书桌旁边，然后我就在那边哭。我那个时候才知道，我妈其实她自己很早以前就有同志的朋友。我妈那时候去美国读硕士，在她大概30几、40几岁的时候，然后遇到了一个从旧金山来的20几岁读硕士的人，然后帮了她很多。那个人他也是个 gay， 所以我妈其实找我很久很久就认识 gay， 刚好那个 gay 他也是有经过一连串这种家庭的算是小革命，所以我妈很清楚这个过程是什么的。我猜我妈问我的时候，她已经有所准备了，所以他就跟我讲了这件事，我就是很感动。后来忘记说什么，我也没有转系，我就继续把我的大学读完了。哇，那你的就是过程还蛮顺的哦。那你爸嘞？我爸没有特别问我，爸知道可能就是看到你的时候吧。而且我觉得蛮感动的是，过年的时候，爸还给我红包，然后说好好的照顾你啊，我不知道然后他就说，你们2个好好的，对吧？那蛮感动的。换你咯。跟女朋友分手
之后，然后就跟我姐说，然后她的反应是，我就知道跟姐姐那一关就是很容易。我姐说，那还是不要让爸妈知道好了。隔了很久，5年过后，大概我25岁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次在车上，那段期间是因为新加坡有这个活动叫做 Pink Dot， 我就会在脸书上就是按赞啊。我妈当然就有看到，跟我反馈说，你可以不要点赞关注这个活动。问她为什么，她说因为我爸可能看到会觉得不开心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压抑，我很想要支持这个东西，但是为什么我的父母不能够理解？我有一次我就跟我妈单独在车上，她就跟我提到这件事情，说你不要就是一直去点赞，然后我就很安静，我就跟她说有些事情不要太勉强，反正意思就是很不清楚。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跟他们一样？我就说是，然后我就一直在追问她说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不是说妈妈都很清楚这件事情吗？然后他就说他根本就不知道。总之那时候我们就很快就跳过了，他反正就在开车，他也没有想要聊这件事情。回到家之后就传了一个非常长的简讯。他没有回复那个简讯？有啊，他就是回复那简讯，说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我的儿子，我还是爱你的。那你爸呢？其实我爸在我妈之后2-3年，因为那时候我是在泰国当模特，在聊天跟他说我当模特这件事情呢，就是一个副业。然后他就唠了一句话说，我其实 care 的不是你的工作，我 care 的是你的形象。机会来了，我就是跟他出轨，说我是 gay。那他的反应？他就说你回来再说。回到新加坡以后呢？然后他的反应让我蛮惊讶的，他叫我去看医生，他觉得这可能是一种病。那之后呢？之后我们就是没有再聊这件事情了，直到现在。听完我们的故事，你有什么建议想要给还没有出柜的人吗？或是他们在出柜的路途上遇到一些困难的人？我觉得还没有出柜的人，太好了，这次终于你先了。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出柜的话，那其实也不用急着出柜。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不管是爸妈或者是朋友，不要去强迫别人接受你的想法。我的建议是，我觉得出柜真的是一件很漫长的事情，你真的一定要准备好。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每一个人家庭背景不一样，就我没有太多建议的，我只是觉得我很幸运，不管是身边的朋友、家人，甚至工作的环境，我的出柜都没有给我带来太多困扰。我觉得越多人认识同志这件事情，大家对他的误解就会越少。如果你不想要出柜，也不要勉强自己，但是如果你找到好的时机跟对的朋友，是可以勇敢的踏出这一步。其实有时候做比想象中的简单。像我那时候，我只是跟我妈说我想要转系，然后我妈就突然蹦出这一题。但我想在这里感谢所有在我出柜之后给我很多鼓励的人，包括家人也好，包括朋友包括一些陌生人，他们也是给我一些就是精神上的支柱跟鼓励。就是你可能不是 gay， 但是你可能身边有一些同志的朋友，如果你知道他们在经历一些很困难之后，你也可以伸出援手，多听听他们的故事。我觉得互相了解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们有任何出柜相关的问题，或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的，就可以留言在下面。记得要追踪、开小铃铛、分享，还有看10次。拜拜。拜拜。